通知一下，赵副总千金赵梦瑶金榜题员，下周6中午在君兰酒店办升学宴。江大挺厉害，孩子争气，考上了江大金融系。赵副总说了，不铺张不浪费，就是请大家热闹热闹。公司是一个大家庭，赵副总也一直把大家当自己人。普通员工红包1888起，主管6888起，经理18888起。周经理，你刚才说多少？小叶，你是前台形象岗，普通员工标准1888就行。就行？我1个月到手才4200。这是喜事，说钱就俗了。大家别有压力，孩子升学嘛，图个好彩头。今天你给我面子，明天我也给你面子。赵副总，那这个是自愿的吗？当然自愿。不过为了方便安排座位，我会现场统计名单。今天下班前交红包，明天我把名单给赵副总确认。这叫自愿。小点声，赵副总听得见。还有家里有车的同事，周6上午9点到公司门口集合，帮赵副总接几位外地亲戚。车也要？又不是白用。李艳喜糖多给1盒。年轻女同事形象好的，统一白衬衫黑裙子，负责签到和迎宾。我周6休息。赵副总家的喜事，公司同事帮帮忙不算工作，休息日也就占半天时间。周经理，林之毅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我想确认一下，赵副总女儿考上大学，为什么我们全公司都像签了录取通知书？之毅，别冲动。林之毅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普通员工1888，主管6888，经理18888。周经理，这不是祝福，这是按职级标价。你非要把喜事说得这么难听？难听的是我说出来，还是你们做出来？林之言，年轻人刚进公司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我可以理解。人情世故我懂，红包自愿才叫人情，现场统计名单叫摊派。林之言，你注意场合！我就是注意场合，才在这里问清楚。如果是赵副总私人请客，那为什么在公司晨会上安排？如果是员工自愿祝福，那为什么要按职级定价？如果只是热闹热闹，为什么要女同事统一穿裙子去迎宾？你这是故意破坏公司氛围！公司氛围是靠员工给领导孩子随礼撑起来的吗？林之言，你要是不愿意参加，可以不参加，但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阴阳怪气，是不给我面子。赵副总，您的面子不应该从员工工资里扣。好了好了，晨会继续。林之毅，你坐下。别坐了，林之毅，会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我再强调一遍，红包今天下班前交到行政部，没有现金的可以转给我，我统一登记。周经理，名单上会不会写谁没交？你这么关心，是怕自己名字不好看？我只是想知道，祝福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考勤了？散会。你真是疯了！赵明辉分管行政和市场，人事那边也听他的。你刚转正，得罪他干什么？陈姐，你交吗？我不想交，可我不敢不交。之毅姐，我周6真的不想去迎宾，可周经理说我是公司门面，不去就是不配合。我试用期还没过，刚才周曼看了我3次，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可你一个人顶得住吗？顶不顶得住，得看他们敢做到哪一步。林之毅，赵副总让你现在过去。赵总，您别生气，他就是刚转正，不懂规矩。不懂规矩，就教教他。林之毅，财务部新转正是吧？是。转正流程我签过字。谢谢赵副总。别谢太早，能转正不代表坐稳了。之毅，赵副总是惜才，才愿意跟你单独谈。你刚才在会上那些话，影响很不好。哪句话影响不好？你说领导女儿升学是摊派，你还说公司氛围靠员工工资撑。我说错了吗？你这个态度就很有问题。我拒绝随礼，
属于工作态度问题。不是随礼的问题，是你不懂尊重。公司不是学校，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当众让我下不来台，有没有想过后果？我只是在晨会上确认通知性质。少跟我玩财务那套字眼。我女儿升学是喜事，大家表示一下祝福，有什么问题？祝福没问题。那你为什么带头反对？因为祝福不该有起步价。林之夜，你不要咬文嚼字。赵副总平时对公司付出多少，大家都看得见。现在孩子考上大学，员工表达一点心意，怎么就你特殊？周经理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你什么意思？如果高总孩子升学，让你按经理标准交18888，你愿意吗？放肆！赵副总，您看，问题不在喜事，在金额和强制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财务部最近要做岗位调整，档案室那边缺人，报销审核也缺人，一个适合坐在哪个位置，不光看专业，也看配合度。对，公司培养新人不容易，但新人也要懂感恩。所以我不交红包，就可能被调位。我说的是工作配合度。我不去升学宴迎宾，也属于不配合。公司安排你参加集体活动，你拒绝，当然要纳入评价。那我不开车接亲戚呢？林之毅，你那辆白色奥迪不是停在地库 C 区17号吗？车挺干净。你一个年轻人，周末抽半天帮领导接个亲戚，很难。赵副总连我车位都知道。公司停车系统一查就知道。公司停车系统是用来查员工私车给您家办宴会的吗？林之仪，你别把话说这么严重。赵副总看得起你，才让你去接老人。我谢谢赵副总看得起，但我的车不参与私人宴会。哼，行，那红包呢？不交。你真不交？不交。哼哼，好。人事部吴经理，你过来一下。既然你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按公司流程来。员工在会议上顶撞领导，破坏团队氛围，拒不配合集体活动，这些是不是都该记录？赵副总，这位财务部新员工今天场会公开质疑公司安排，言辞激烈，影响很坏。你给他做个绩效面谈记录。现在就做。现在？林之毅，你先做。不用做，很快。吴经理，我想确认，面谈原因是我拒绝赵副总女儿升学宴的红包和接待安排，对吗？不是这样写。那怎么写？工作态度需改进，团队协作意识不足。请把我刚才那句话也记录上。你什么意思？绩效面谈要基于事实。事实是，赵副总在晨会上要求员工按职级随礼，要求有车员工接送私人亲戚，要求女员工休息日去酒店迎宾。我提出异议后，被叫到办公室面谈。林之瑜，你这是威胁公司。我只是陈述事实。事实就是你不懂规矩。赵副总，规矩是公司制度，不是您家亲眷。你说话太难听了。哼，好，嘴硬。吴经理，记录。林之一拒不接受沟通，态度强硬，建议调离现岗位，暂时安排档案整理工作，观察1个月。赵副总，这个需要财务部主管同意。我会跟他主管说。调岗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今天下午。理由？公司安排。书面通知？你要什么书面通知？既然是正式调岗，我需要书面通知。你还挺懂流程。不懂流程的人才会把私人升学宴放进公司晨会。林之一，赵副总，要不先到这里。出去。林之一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年轻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你今天不交这点红包，丢掉的可能不是1888。赵副总，我也提醒您一句，领导别太把员工工资当自家喜糖盒。他真敢啊！敢有什么用？赵明辉一句话，他下午就去档案室了。可是他说的没错，我老婆昨天还问我，升学宴为什么我要交1800？你交了吗？能不交吗？孩子下个月还想报销托班福利，我怕被卡。去年赵副总乔迁，市场部每个人送了2000。芊芊他母亲寿宴，供应商都排队送礼。这次更离谱，连车都要争。嘘，小声点。
知意姐，周经理让你去自安市，说那边今年要盘点。这也太快了！枪打出头鸟。知意姐，我刚才去行政部送文件，周经理让我把红包一起交了。你交了？说我站前台，赵副总每天都能看到我。我要是不交，以后考勤排班都难看。请柬给我看看。知意姐，你别说是我给你的。放心。知意，你真要闹？这叫闹吗？我刚才也交了，我女儿下个月交舞蹈班费用，原本钱刚好，可我不敢不交。去年采购部小唐没去她乔迁宴，年底绩效直接降级到 C。小唐后来走了，可我们能怎么办？先把事情弄清楚。你就是今天会上顶赵副总那个小林？郑师傅，有胆儿。你也要去升学宴？我不去也得去。周曼让我周六开商务车接赵副总家5波亲戚。公司车？可不是，油卡也是公司的，让我别走正式派车流程，说喜事儿别弄那么死板。以前也这样？你刚来不知道，赵明辉去年乔迁拿公司商务车拉家具，前年他妈寿宴，让我开车接他老家亲戚。报销单谁签的？还能谁？市场部费用。这些事儿有人知道吗？知道的人多了，敢说的人少。小林，别硬碰硬，赵明辉手黑。郑师傅，谢谢。林之意，档案整理的怎么样？刚开始，这些都是旧账，你看得懂吗？我是财务。也是，一个刚转正的财务。这是升学宴未缴红包名单，赵副总说财务部的人要带头，你下午下班前把红包交了，我可以替你说2句好话。这张名单谁做的？行政部。谁要求统计？公司需要安排座位，安排座位需要写态度恶劣。林之言，你别太敏感，你现在已经调到档案室了，再闹下去对你没好处。周经理，红包是交给你个人还是交给赵副总？我代收。有收据吗？随礼要什么收据？没有收据，没有自愿确认，还按职级定价。周经理，你真觉得这事儿没问题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审计、纪委，一个新员工管得到宽？我管的是我顿工资、我的车、我的休息日。你不交可以，明天早会我会把未缴名单交给赵副。请便。林之意，你真以为有人会站你这边？大家私下都骂，可真到签字作证的时候，一个都不会出来。小林，你在这儿啊？田阿姨，你帮我看看，这个是不是也得交？周经理说，我虽然不是正式员工，但也在公司干了3年，我1个月工资3100，这500……阿姨，先别交。不交会不会把我辞了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外包保洁换人很容易。阿姨，这句话他在哪儿说的？茶水间门口。还有谁听见？前台小叶，还有司机老郑。我知道了。小林，你是好姑娘，可我们这些人没你们懂法，真怕。怕是正常的，但怕不代表他们就能随便拿。小何，周经理，你的红包呢？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。适应区员工按普通标准。我能不能少一点？我房租刚交。小何，你试用期表现还没定，这个时候不要让领导觉得你没有团队意识。周经理，孩子刚毕业，你替他交。我转。备注写祝赵梦瑶金榜题名，别写错。这哪里是祝福？知意不在，不然又得怼。林之意，来得正好。还差你。差我什么？红包？我上午说了不交。林之意，你别逼我当众说难听话。你已经当众收钱了，还有什么话比这更难听？赵副总说了，财务部是管钱的部门，更应该懂礼数。
董礼树就是把工资交给领导女儿。你非要这么说？那你换个说法，今天下班前所有未交人员名单都要报上去。你要是不交，我只能如实写。写什么？拒绝参加公司集体活动，消极对待领导家庭喜事。这张表可以给我复印一份吗？谁让你看的？你拿到我工位上让我确认，我看一眼不违法吧？还给我！吵什么？赵副总，林之一抢名单。赵副总来的正好，我想问，这张红包统计表是您要求行政部做的吗？统计座位有问题？那为什么有红包金额、缴纳状态、态度备注？林之义，你现在是在审我？不是，我在确认事实。你配吗？赵副总，您是公司副总，我是员工，工作上您可以安排我，但私人宴会随礼，您不能命令我。命令？我命令你了吗？周经理刚才说不交就上报未缴名单，我没说影响评价。周经理，你刚才也跟我说了。小何，你想清楚再说。赵副总，我听见了，周经理说小何试用期表现还没定，让他不要让领导觉得没有团队意识。我也听见了。我也听见了。好啊，财务部现在很团结。不是财务部团结，是大家耳朵没坏。既然你这么较真，那我也较真。你今天开始不用参与财务审核，档案室盘点完之前，不许碰任何报销流程。赵副总，月底报销量大，之一手上还有10几单。少他一个，公司不会停转。书面通知呢？人事会给你。调岗原因呢？原因就是你不适合现在岗位。因为我不交升学宴红包。因为你不服管理。下班前没交的自己想清楚。之一，对不起，刚才上午还劝你忍，我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，现在看忍了，他们只会觉得更好拿。我能把红包要回来吗？交出去的钱哪那么容易？容易不容易，要看这钱怎么交出去的。知意姐，我刚才转账的时候，录音开着，我怕，但我也不想一直怕。这个给你，还有我的，周曼让我周六穿黑裙去酒店，我不去。这些先复印，原件你们自己留好。然后呢？然后让这场升学宴回到它该在的位置。什么位置？赵副总家里。业务需要这几个字儿可真万能。昨天还有不需要，今天就需要了。知意姐，周经理刚才在前台说未缴名单上报了，下午赵副总要开小范围会。哪些人参加？你、陈姐、小何，还有几个没交或者想要回红包的人。这是要逐个敲打。去，你别又跟他硬碰硬，这次不硬碰。坐。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批评，是沟通。升学宴是赵副总家的喜事，也是公司内部增进感情的机会。可有些同事思想上有包袱，甚至误解领导好意。周经理，我们不是误解，我们只是觉得这个金额太高。陈姐，你是老员工，应该带头维护氛围。我一个月工资扣完房贷还剩3000多，那也不是不支持领导的理由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周经理这句话适合写在公司文化墙上。你什么意思？工资剩3000也不是不支持领导的理由。翻译一下就是，员工生活困难，也得先给领导家喜事让路。林之一，我今天不想跟你吵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在会上造成了很坏影响。现在你按经理标准交红包18888，周六去酒店接待，再把你的车安排给我岳父岳母。我可以当做年轻人一时冲动。赵副总，凭什么至于要交经理标准？他不是喜欢出头吗？出头就要有出头的表示。志毅，你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大家都是同事，没必要闹僵。18888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如果18888能让赵副总消气，我可以考虑。志毅，但我得问清楚几件事。你问。第一，这笔钱转给谁？转给我，我统一登记。第二，不交的人会影响绩效吗？这个问题，态度当然会影响评价，
一个连领导喜事都不愿意支持的员工，你能指望他对公司有归属感？第三，试用期员工不交，会影响转正吗？看具体表现。红包是否属于具体表现？林之义，你别装傻，公司看的是综合态度。第四，外包保洁不交，会不会被换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确认标准。外包人员也在公司服务，赵副总平时对他们不薄，表示一点心意很正常。500块对保洁阿姨不是一点，那是他的问题。公司不是福利院，连500块人情都不懂，以后别怪别人不照顾。第五，公司车辆周6接赵副总亲戚，走不走派车程序？这是内部协调。油费谁出？公司油卡本来就是给司机用的，用途写什么？林之义，你问够了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现在转18888，周6出车接待，赵副总是不是就撤回我的调岗？这才像沟通的态度。调岗看你怎么表现了。所以会撤？你非要说的这么直白？直白点好，省得以后说是玩笑。林之义，你早这么懂事，我何必费这么多口舌？我说句实话，年轻人有能力不够，还要懂站队。今天你给我面子，以后我也会给你机会。你干什么？转账。这就对了。之毅，你不能。赵副总，我还有一个建议。说。既然大家都要交，最好让财务部出个收款通知，注明员工自愿、金额标准、收款人用途，这样也方便以后查账。随礼怎么能出收款通知？不能出通知，却能统计名单。林之义，你在套我话。你敢录音？我来参加绩效沟通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有问题吗？删掉！我命令你删掉！赵副总，工作命令不能用于销毁证据。周曼，你碰他一下试试。赵副总，周经理，冷静一点。你也站他那边。好得很。赵副总，这场升学宴最好取消公司安排，红包原路退回，车辆和员工接待全部停止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林之义，你以为一段录音能把我怎么样？出去。周6升学宴照办，你们不想交的可以不交，可我倒要看看公司里有几个人敢不来。那就周6见。哼，你最好能来。林之义，你毁不了我的喜事。我不是让你穿白衬衫黑裙吗？周经理，今天不是工作日，我只是被通知来公司协助。谁教你这么说的？不接受私人服装要求，我自己想明白的。行，你们一个个都被带坏了。郑师傅，车怎么还不启动？赵副总亲戚10点到高铁站。派车系统没有单子。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说了不算流程。你一个司机也跟我谈流程？开了20年车，别的不懂，公车不能私用我还是知道的。赵副总，都准备好了。林之义，你还真来了。赵副总邀请，我当然要来。红包带了吗？什么红包？就是大家一点心意。带了。我早说了，年轻人一开始不懂事，想明白就好。林之言，赵副总，您不是喜欢现场登记吗？我也现场交材料。你疯了！今天是赵副总女儿的好日子。周经理，保洁阿姨500块工资被你逼成红包的时候，你想过这是好日子吗？爸，什么保洁阿姨500块？梦瑶，你先去旁边。爸，你们收了员工红包？梦瑶，这都是大家自愿祝福你。赵同学，你可以自己问。小叶姐姐，是真的吗？我交了1888，周经理说我不交，以后排班会难看。我还没交，周经理说外包保洁换人容易。爸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们一个个都被林志云带偏了。我女儿升学，你们表示祝福怎么了？公司这么多年给你们饭吃，让你们随点礼，就像要你们命一样。赵副总，公司给我们发工资，是因为我们提供劳动，不是因为您个人施舍。你闭嘴！您可以让我闭嘴，但录音不会闭嘴，审批单不会闭嘴，转账记录不会闭嘴。赵副总，抢夺举报材料不太合适。
高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今天公司有一场特殊的员工活动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小孩子升学，大家热闹一下。材料是你提交的？是。赵明辉、周曼，从现在起，升学研相关的员工收款、车辆调度、现场接待全部停止。审计部、人事部、法务部联合核查。高总，这是不是太严重了？今天这么多人，我女儿还在。如果你觉得孩子在场不合适，当初就不该把私人升学宴搬到公司。爸，你别添乱。爸爸都是为了你有面子。我的面子是靠别人1个月生活费撑起来的吗？高总，我真觉得这事儿被夸大了。员工给领导孩子随礼，这在很多公司都有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愿意就给，不愿意就不给，怎么能说强制？周曼，高总，红包统计表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谁要求做的？我为了方便安排座位需要写不配合，需重点关注吗？表上有员工姓名、部门、职级，建议红包金额是否已转账？车辆情况，周曼，你解释一下。高总，这就是行政工作不规范，周曼想的太细了，但出发点是好的。那红包金额标准是谁定的？没有标准。普通员工1888起，主管6888起，经理18888起。这张纸条夹在请柬里，由行政部发放。谁让你印的？赵副总说，大家不知道怎么给个参考。周曼，说话要负责任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强制了？赵副总，您昨天说金额太低不好看。我说的是不好看，不是让你逼员工。别争，继续。这里有一段绩效沟通录音，已由提交人说明录制场景，为维护自身权益保存。现在播放关键部分。态度当然会影响评价。一个连领导喜事都不愿意支持的员工，你能指望他对公司有归属感？试用期员工不交，会影响转正吗？看具体表现。红包是否属于具体表现？公司看的是综合态度，该照顾就照顾，不懂人情，以后别怪别人不照顾。赵明辉，这也是误会。高总，人在沟通时难免说话重一点。赵副总上午说是自愿，下午说影响评价，哪一句是您的真实意思？林之义，你少在这里带节奏，注意你的态度。高总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就因为一个年轻员工断章取义，您就这么对我？如果只有录音，我不会坐在这里。君兰酒店43800元，申请用途：重点客户升学季答谢会，实际是否用于你女儿升学宴？这个是市场活动。宴会厅名称、时间、桌数与赵梦瑶升学宴请柬一致。酒店联系人备注：赵总千金升学宴。这个是赵副总让我先刮市场部费用的，他说客户也会来，可以算客户维护。周曼，你别全推给我。红包金额是您定的，名单是您要的，女员工迎宾也是您说要，显得公司有气质。赵明辉、周曼，你们两人从现在起暂停相关管理权限，所有员工礼金必须先登记、核实、原路退还。涉及公司车辆费用对销的部分，审计部继续查。高总，今天是我女儿升学宴，那就更该体面一点，别让她记住父亲在她升学那天被查。我收到退款了，1888，一分不少。小何，你怎么了？我昨天已经跟房东说晚2天交房租了，现在不用晚了。我昨晚一晚上没睡，怕今天来就被换掉。田阿姨不会因为这个换你，外包公司那边人事会发函。谢谢，阿姨记你这个好。阿姨，以后再有人私下收钱别交。以前没人跟我们说过这个。原来不是他们不能退，是以前没人让他们退。也不是没人想，是没人敢。知怡姐，你不怕吗？怕。我也怕丢工作，怕被穿小鞋，怕我妈康复的钱接不上，但怕归怕，有些钱不能交，交一次，他们就知道你能交第2次。你很得意。赵副总，
我在工作。少装了，你以为我倒了你就能上去？你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。如果受欢迎的代价是给领导孩子交保护费，那我可以不受欢迎。你别高兴太早，集团调查还没结束。所以您应该去配合调查，不是来威胁我。我威胁你了吗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公司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多管闲事的人。赵副总，知意不是多管闲事，我的钱退回来了。我的也退了。我不用去酒店迎宾了，我也不用交500块了。好啊，都站出来了是吧？你们以为林之一是在帮你们，他是在拿你们当梯子。那也比拿我们当钱包强。赵明辉，来会议室，还有周曼，通知他立刻到场。周曼请病假了。病假不影响接受调查。真听了，我还以为最多批评2句。这次审计动真格了，听说不止红包，还有酒店报销。嘘，别乱说。林志毅，人事需要跟你再做一次情况核实。现在，你别紧张，正常流程。吴经理，是正常核实，还是有人投诉我？赵明辉，他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，说你未经允许录音，泄露内部材料，煽动员工对抗管理，破坏公司形象，还导致他女儿升学宴无法正常举办。他有没有写是谁强制收红包？他写的是员工自愿，行政执行走样。周曼成了替罪羊。目前看，他有这个意思。之意，我先说明，人事不会只听他一面之词。今天叫你是给你正式回应的机会。我可以回应。吴经理，我作为法务旁听，请坐。正常说事实，不评价动机。第一，关于录音，赵明辉认为你在未告知情况下录制绩效沟通，侵犯其隐私。录音发生在公司会议室，参与人包括我本人、人事经理、行政经理赵明辉。谈话内容涉及我的调岗、绩效、工作评价，以及是否因拒绝私人随邻受到影响。我录音用于维护本人劳动权益，未对外公开传播，只提交给公司合规和审计部门。第二，关于泄露内部材料，我提交的是与本人权益及员工被摊派相地方之章件夹列，费用审批异常线索，我没有向外部媒体、客户或无关人员传播。酒店发票和审批单你怎么获得的？我被调去档案室整理凭证，在工作范围内发现审批用途与实际活动存在明显不符，拍照留存后提交审计。第三，关于煽动员工，我没有煽动任何人，我只告诉他们原件自己留好，材料可以提交公司核实，是否作证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员工对自身被摊派情况进行说明，不属于对抗管理。第四，关于破坏升学宴，我没有破坏任何孩子升学，我反对的是以孩子升学名义强制员工随礼，占用公司车辆，要求女员工休息日迎宾，以及疑似将私人宴会费用走公司账。如果赵明辉认为升学宴被毁，那也不是因为我拒绝红包，而是因为他把升学宴搬进公司，搬进员工的工资里。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等调查结果。阿赵明辉如果继续反咬，可能会盯你母亲的事，你的转正资料，你的报销单。他查我可以，但只要我的东西干净，他越查越说明他着急。你比我想的要坚强。我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做什么都喜欢留凭证。你找我？林姐姐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进来吧。这是我爸那天收的，我能找到的都在这里。我不知道哪些是员工给的，哪些是亲戚给的。我想交给公司。你可以交给审计部。我会去。我以前觉得我爸给我办很大的宴会是重视我，我还跟同学说我爸公司很多人都会来祝贺我。后来我看见那个保洁阿姨手里的红包，我就觉得我那个录取通知书好像变脏了。录取通知书不会脏，脏的是拿它去干事情的人。你以后会学金融，你会知道钱从哪里来，比钱有多少更重要。我会记住。林姐姐，我爸可能还会对付你。我昨天听见他打电话，说你这种人不能留在公司。谢谢你告诉我，赵明辉的反扑比预下来的更快。公司每个部门收到一份匿名邮件，这是往死里扣帽子啊！哼，匿名？
匿名的也太明显了。知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交给审计。就这样？对。你不解释？解释给谁听？真正想查的人，不需要我吵；真正想信赵明辉的人，我吵也没用。知意姐，高总让你去审计会议室，是不是因为匿名材料？应该不止。知意，坐。你在档案室发现的那张君兰酒店发票，审计部已经核查，确实存在用途不一致问题。不止这一张。去年10月，市场部客户维护费，酒店宴请36000元，实际对应挨赵明辉乔迁宴。前年5月，供应商接待费29000元，实际对应挨赵明辉母亲寿宴。今年3月，公司车辆维护异常报销，实际涉及挨赵兵妻子店铺开业物料运输。还有这次升学宴，君兰酒店预付款43800元，准备以客户答谢会名义报销。这些单子有些走了市场部预算，有些压在行政备用金里，以前金额不算特别大，没人深挖，但性质很明确，私人事项中用公司资源，且存在向员工、供应商不当收礼问题。你被调去档案室是赵明辉临时安排？是。调室前你是否接触过这些凭证？没有。赵明辉把你调去档案室，本来是想压你，结果把账本递给你了。匿名材料怎么处理？林之义在被安排档案整理期间发现异常凭证，向审计提交，属于内部合规报告，不存在向外泄露。匿名材料中关于拉拢员工的说法没有证据。目前多名员工主动提交说明，并非林之义组织。那就把匿名材料纳入调查，追查来源。赵明辉会被怎么处理？这不是你需要决定的，但你可以知道，集团会追回违规费用，涉及管理责任的会按制度处理，如果发现更严重问题，会移交相应部门。我明白。知意，你这次做得对，但以后发现问题，第一时间走审计和合规途径，不要单独面对。我知道了。林之义，我们谈谈。你要什么？什么？升职、钱、调岗回财务，还是正式编制推荐？你撤回举报，我可以帮你。赵副总，您到现在还觉得所有人都能标价？你别装清高，你妈做康复1个月花不少吧？你真以为我查不到？赵明辉，怕了。你查我可以，但你敢碰我家人一下，我会把每一次通话、每一条线索、每一个威胁原封不动交给法务和警方。赵明辉，谈话到此为止。第二天，公司贴出了最后结果，赵明辉因严重违反公司资源，借私人事项向员工及合作方不当收礼，造成不良影响，经集团研究决定解除其副总职务，追回违规费用，保留进一步追责权利。周曼被调离行政岗位，记大过，降职处理。那你还想怎样？知意姐，你以后还会被调回财务部吗？知意，明天回财务部。真的？月底报销堆成山了。林之义，档案室待够了吧？够了。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回来不是奖励，是你本来就该在那个岗位上。我明白。至于你这次提交异常线索，公司会按制度给合规贡献奖励，不多，但公开，这个该给。挺好的，别推脱了。规则不只用来罚人，也要用来保护做对事的人。谢谢孟总。